现在新车都喜欢堆料、堆配置，冰箱、彩电、大沙发、可乐、瓜子、矿泉水，是吧？反正用户能看见的地方，把配置都给它堆满了。可是看不见的地方呢？如果一台车能把外壳下面的料也都堆得够足，我觉得那才叫厚道。今天我身边的这台车，鸿蒙智行第5届的首款车型上界 H5，大家好像看不太出来哈。不少人应该还没见过这车的实车呢，但今儿个我们已经把这车的外观、内饰各种配置都扒光了。我们一般会把这个叫做白车身。本来确实是白色的，这些5颜6色都是后涂上去的，就是为了让大家能看清楚整个车身各个地方用的都是啥材质。现在大家买车都特别看重安全，我估计你们肯定听过俩词儿：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。主动安全指的是我的车主动去避免发生事故。那上界 H5 作为华为和上汽合作的首款新车，有各种华为的黑科技加持，在这方面的能力，相信大家都看得到。那被动安全呢，就是指万一有那些不靠谱的撞过来的时候，我得能靠自身的车身硬度抵挡住那些碰撞，保证车里乘客的安全。这时候啊，真的就得看车身了。接下来我就带大家看看上界 H5 这车身结构到底有多结实。从前到后9根横梁，从左到右5根纵梁，9横5纵的超强车身结构。这根就是大家常说的前防撞梁了。以前有些车压根就没有，或者就是一根钢管，甚至是泡沫材质。但在上界 H5 这儿，实实在在的强度最高等级的热成型钢，而且覆盖比例达到74.5%，又长又粗又硬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兵来将挡。而且从这儿能看得很清楚啊，这里边不是空心的，还有专门的加强结构。同时呢，后防撞钢梁也是一样的热成型钢材质。反正一头一尾，在发生碰撞时候最先接触到的地方，绝对不能马虎。里面这个位置大家能看到吧，也是紫色的。工程师呢一般会把它叫做1号梁，使用的也是最高等级的热成型钢。因为从这儿往里可就是成员舱了，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得能顶得住，防止外部的一切侵害侵入到成员舱里。而这2根横梁中间的位置呢，使用的是高强钢和先进高强钢材质的混合。为啥不干脆直接全用热成型钢呢？那多结实啊，是吧？不是的，因为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啊，这部分除了要能抵抗碰撞之外，还要能发生一定的变形溃缩，去尽可能的吸收碰撞带来的能量。就好像你挨揍的时候，如果拳头直接打在身上，那多疼啊！但你要是穿上件羽绒服的话，是不是能稍微好受点？所以你看，这还专门做了一些开槽挖孔的设计，就是为了引导啊这些钢材在发生碰撞时候弯折的方向，让它们吸能溃缩的同时呢，还不至于冲击到车里面去。总之啊，就是该硬的硬，该软的呀还是得软一点。再看看成员舱里面 ，A 柱、B 柱、门槛、几根座椅横梁、中央通道的纵梁，使用的也全都是最高等级的热成型钢。整个座舱就像一个坚固的笼子，大家可能听过那词儿啊，笼式车身指的就是这个，把成员很好的保护在里面的同时呢，也能更好的保护车底的电池。来，再往后看，大概 C 柱这个位置一整圈凸起的结构，知识点啊，工程师呢一般会把这个位置称之为 C 环。这样设计是为了提升扭转刚度，说白了，撑住车身不变形，这样就能更好的提升转弯时候的操控稳定性。尾部的结构呢，跟车头多少有点类似啊，2根纵梁也是粉色的，看到没有？先进高强钢，而最后这里结结实实一根最高等级的热成型钢后防撞梁。反正这一整套结构下来的安全性能啊，据说时速80公里，70%偏置后碰的碰撞能量设计达到了国标的3倍以上。说完前后了，还有一种被动碰撞呢，是有车从侧面撞过来，因为车身侧面不像前后那样有那么长的溃缩区，所以侧面的防护啊更需要加强。看到门槛这里没有？粉色的超高强钢，紫色的热成型钢腔体内部还有一层非常厚的绿色的铝合金。厚度达到4.5毫米，组成了非常坚硬的超强侧边防撞梁，也进一步加强了侧面的保护性能。再加上车门里面也藏着热成型钢防护梁，最大限度保证受到侧面冲击的时候不变形。整个白车身高强度钢占比达到了84%以上，潜艇级的热成型钢占比达到了25%。这2个数字什么概念呢？我就不在这儿拉其他品牌做比较了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自己上网搜索一下，很容易就能查到。好多人已经把车当成自己的第2个家了，要么怎么那么多人每天到家停好车之后不愿意上楼呢，是吧？反正家人的安全那更是重中之重了。显然，上界 H5在安全这一点上做了不止一点点，
除了看得见的豪华配置，看不见的超硬核车身也做到了极致。每一根钢梁撑起的不只是车身安全，更是为你和家人撑起了一片安全的天空。这小词儿整的，我可太文艺了。